美空军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日前表示，美国制造的 F-35A 战机已获得可携带 B6112战术核弹的认证，成为美国首款获准携带核武器的第5代战斗机。美军方官员声称，此举将为美国在欧洲扩大核威慑提供关键能力。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防务快讯8号报道，美空军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发言人戈梅尔在一份声明中证实，美制 F-35A 战机已于去年10月获得携带 B6112热核重力炸弹的认证。这也就意味着这款第5代隐身战机正式成为既能携带常规武器，又能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飞机。 声明还指出 ，F-35A 是有史以来第一种具有核打击能力的第5代战斗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文指，配备核武器的 F-35A 战机无疑将为美国核威慑战略带来新动力。虽然美军其他不少类型的飞机也可以携带核武器，包括 B-2幽灵隐形轰炸机，但该型轰炸机缺乏机动性，且低空飞行速度不高，无法更直接地将核打击带入充满敌机、机动地面部队的区域。相较之下 ，F-35具备更优良的作战性能，可以在兼顾隐身性能的同时，比 B-2更精准地打击地面目标。此外，由于 F-35具有空对空作战优势，能够更迅速、更有效地进行报复，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则可能需要半小时时间。隐身战斗机肚子里带着一枚核炸弹，它的突防能力相较于之前的弹道导弹是不一样的。弹道导弹大家知道现在有所谓的反导，能给它拦截，但是隐身战斗机一般不容易轻易被发现。它带这个制导的核炸弹之后，它带来的实际的核威慑是巨大的。但需要指出的是 ，F-35获得核能力认证也具有一定局限性。美空军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承认，目前这一认证仅适用于 F-35A 常规起降飞机，不包括短距起飞或垂直降落的 F-35B 以及舰载 F-35C， 而且 F-35A 只能使用 B6112核弹。B6112核弹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推出的 B61系列战术核弹的最新型号之一，是美国首个导引核弹或智能型核弹，也是最具危险性的核弹，属于战术核武器。B6112通过新的尾翼套件和制导系统提高精确度，从而将这些核弹的破坏力降低到不超过5万吨当量。核弹距离目标越近，为完成任务所需的破坏力就越小。值得警惕的是 ，B6112核弹自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批量制造后，短短几年内，美国又开始研制第2种新型核航弹 B6113。五角大楼去年底曾主动对外界公布了正在进行的核武器研发和试验项目的相关情况，其中就包括 B6113。美国国防部表示 ，B6113核弹将由下一代隐身轰炸机 B21挂载，该核弹与 B6112核弹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核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B61-23可以说是一个新瓶装老酒的这样一个制导的核炸弹。B61-12跟它有什么区别 ？B61-12最大可调弹量只有5万吨 TNT， 而 B61-13达到了35万吨，也就是说满足了美国对一些他认为需要更大威力核弹来攻击的目标，包括一些地下掩体或者是有很坚固防御的这样的目标。深圳卫视注意到，不论是推动 F-35获得可携带核武器的认证，还是研发新型核弹，美国正有意加快核武库更新迭代的速度。防务快讯指，此时正值俄乌冲突和俄罗斯核威胁的关键时刻，具有双重能力的战斗机同传统核3位一体一起发挥着威慑作用，被欧洲国家视为抵御俄罗斯的关键部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克里斯滕森称，随着 B6112的全面生产，以及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4个北约盟国和美国战斗机联队的升级，以实现 F-35A 战机上携带核武器，欧洲战术核武器升级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俄罗斯塔斯社曾报道称，美国在欧洲部署有约200枚 B61系列战术核弹，这些核弹平时由美军保管，发生冲突时可由美国授权给相关国家军队使用。深圳卫视注意到，早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北约就计划投入巨额资金对欧洲境内的核存储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英国卫报当时透露，拜登政府2023年计划投入3.84亿美元，对位于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等6个北约成员国的核弹存储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使其具备部署 B6112核弹的能力。
对于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多次渲染所谓俄罗斯核威胁，俄方则选择针锋相对。上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了戈尔布诺夫喀山飞机制造厂，还乘坐经过现代化改装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半小时左右的短途飞行。这款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巡航导弹，是俄罗斯联邦3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普京在发表其第10次国情咨文时称，西方在对外政策上的危险行动和言论构成了使用核武器发生冲突，从而破坏文明的威胁。他警告说，俄罗斯拥有能够打到西方领土目标的武器，核冲突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他提醒西方不要忘记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命运。各个的层面的核武器，实际上俄罗斯方面都已经做了准备，而且很多的型号都已经服役或者正处于一种战备状态。一个是海基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加上远垂潜射这个弹道导弹，这是全新的潜艇加全新的潜射弹道导弹。另一个就是全新的陆基发射井发射的萨尔马特导弹，现在也已经服役了，代替之前的 SS-18导弹啊，它的各方面性能都有提升。另外还有一款陆基移动发射的，叫做雅尔斯导弹。俄罗斯，透过传递这种信号，算是警告西方不要对俄罗斯轻举妄动，因为它还是有核力量作为它安全的一个保障和基石。欢迎回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9号表示，他们用37架无人机袭击了一艘商船和红海与亚丁湾的多艘美军军舰。这是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在红海开展的最大规模袭击。观察指，要解决红海危机，最好的办法是促成巴以停火。讽刺的是，美方一方面批评以色列在巴以冲突的做法，另一方面却放任加沙的大规模人道灾难继续发生。The first operation targeted the American ship Propel Fortune, while the second operation targeted a number of American war destroyers at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of Aden with 37 drones. 针对胡塞武装方面发起的大规模空袭，美国军方当晚发声明称，作为反击，美国、法国和英国军队打击了数十架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美方表示，没有美国或联盟海军舰艇受到损坏，暂无商船受损的报告。据统计，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已对红海航线发起至少60次袭击，美英则以空袭震慑。胡塞武装不仅没有收手，袭击力度还有加大迹象。本月1号，此前遭胡塞武装导弹重创的英国货轮卢比马尔号沉入红海。6号，胡塞武装的导弹重创了一艘悬挂巴巴多斯国旗的真正信心号散货船，造成该船起火，3名船员死亡，船员被迫弃船。这个升高的情势呢，它其实是跟巴勒斯坦的一个情势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时一开始这些组织就说你要先解决这个巴勒斯坦问题，才有可能去解决就是其他的一个事项。但是因为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而且还是持续当中，所以它会是环绕在一起的。而眼下巴以冲突新一轮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9号在斋月前的讲话中再次号召巴勒斯坦人反抗到底，直到重获自由和独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在9号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军正在加强斋月前的安全准备，以准备好应对各种可能情况。We continue to dismantle Ham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do everything we can.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以色列军队正在为战后控制加沙计划做准备。根据卫星图像，以军正在建设一条延伸至地中海沿岸的道路，将加沙地带一分为2。据悉，这条东西向的道路已经修建了数周，从加沙和以色列边境地区开始，穿过宽约6.5公里的纳扎里姆走廊，延伸至海边，将包括加沙城在内的加沙北部和加沙南部分隔开。报道称，以色列工程兵部队动用了拖拉机、卡车和其他工程工具，以及大量的地雷和炸药，摧毁缓冲区内任何剩余的基础设施，包括住宅楼、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据介绍，纳扎里姆走廊以以色列在加沙的前定居点命名，与加沙2条主要南北道路之一的萨拉赫丁街相交，形成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心枢纽。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正在利用新建道路，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作战据点，允许部队和后勤设备通过。אנחנו נמצאים פה במרחב מסדרון נצרים שיוצר חיץ בין מרחב צפון הרצועה שנמצא מצפון אלינו כדי להגן על המרחב
לפשוט לעבר מרחבים שיש בהם אויב, למנוע את המעבר מדרום לצפון ולשלוט עליה באופן מאוד מאוד מדויק. 9号，美国总统拜登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以冲突中的做法，对以色列的伤害大于对以色列的帮助。He has a right to defend Israel, a right to continue to pursue Hamas, but he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nocent lives being lost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ctions taken. He's hurting, in my view, he's hurting Israel more than helping Israel by. 外界注意到，为缓解自身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受到的压力，拜登政府近来接连出招，试图扭转自身形象。拜登7号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了一个大计划，在加沙地带的地中海沿岸建造一个临时港口，以便通过海路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尽管美官员最初给出了几周时间的说法，但五角大楼随后证实，建临时港口需要60天时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8号透露，该临时港口将允许运输船把货物转移到较小的船上，再把货物运输和卸载到临时堤道。美国媒体援引一名官员的话说，该码头将通过一座临时桥梁与大陆相连。竣工后，新设施每天可以为加沙平民提供超过200万份餐食。但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愈发严峻的当下，这项工程也遭到了美国国内外广泛质疑。一方面，外界质疑其可行性。路透社分析指，加沙的大部分海岸都是海滩，大型船只可以接近而不被夷为平地的地方可能有限。另一方面，观察认为，这项计划进一步证明了美国政府不愿就以色列阻碍运送救援物资与以方对抗，也不愿利用美国作为以色列主要军事支持者的影响力来减轻战争最具灾难性的后果。联合国方面表示不会负责这一港口的建设工作。有联合国官员透露，无论怎样的人道主义行动，联合国都会支持，但最重要的仍然是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陆路运输也是当前最主要的物资运送通道。I've also spoke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upply routes. Via land, this remains the optimal solution. It's easier, it's faster, it's cheaper.纽约时报分析称，虽然拜登决定通过空中和海上运输提供援助，但另一边还在向以色列提供炸弹。美国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处于冲突双方的位置，这引发了人们对其角色的质疑和担忧。它会影响到拜登的一个选举，所以他必须要去解决到这个人道不能够去跟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情况发展下去。他既要支持以色列，但是也要去解决这个人道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恐怕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很快解决。